秦哥哥，我们终于成亲了。你是谁？今朝出嫁，我得配如意郎君，满心雀跃，唯独怜惜姐姐，错须毁容侯爷，终身难有风光。小姐，秦公子的迎亲队伍已经来了，就在府外候着呢。是不是快到吉时了？小姐还真心急，你和秦公子自小定下娃娃亲，青梅竹马10余年，还着急这一时半刻吗？我哪有心急，别乱说。对了，姐姐那边也准备好了吗？谁在找我呀？姐姐，你我姐妹二人同日出嫁，也是上天赐予的缘分。姐姐没什么为你准备，这镯子跟了我10年，就送与你吧。这怎么使得？妹妹都没给姐姐准备东西呢。妹妹若舍得，就也给我一样你的贴身之物，比如这香囊如何？这是妹妹亲手调配的香料，我早就看上了。妹妹的就是姐姐的，姐姐若喜欢，无论是什么都可拿去。吉时到了，丫鬟们都出去，我要替2位姑娘披盖头了。都安排好了。沈知卫，凭什么你能嫁给青梅竹马，而我却要嫁给自小毁容门第雕拨的侯爷？这一次，我要为自己争取。二小姐，我们走这边。记住出嫁的规矩，路上不可说话，就算到了府邸，也不可摘盖头，盖头只能让新郎官掀。吉时已到，上花轿。薇儿，今日开始，你便是我的妻，我定会好好待你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之意，怎么是你？我和薇儿好像上错花轿了，薇儿她应该在侯府。那得换过来，我这就去侯府。不要！秦哥哥，其实知意一直心系于你，我对你的情谊并不比薇儿少，而且我也是沈家女儿，秦家和沈家仍然是姻亲，爹爹也定会在仕途上帮你。薇儿能给你的，知意也能给你，求你不要赶知意走。那薇儿怎么办？侯爷面目丑陋，薇儿定不愿意委身于他。明日回门，我们就禀请父亲做主，让薇儿和侯爷择日和离。日后我愿与薇儿做平妻，共侍秦哥哥。薇儿对你情深意浓，也定会同意。秦哥哥，我们终于成亲了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不是在秦府吗？这里是侯府。侯府？为什么会在侯府？这其中定是有误会，我要去找姐姐和秦哥哥。我不管有什么误会，我只知道和我拜堂成亲的人是你。放开我！沈之薇，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。现在已是子时，秦府宴席早已结束，红烛都熄灭了。你猜你的情郎知不知道你被换了？还是说别人早已共度春宵了？不会的，或许秦哥哥只是……他要是在乎，1个时辰前就来了。放心，我没有强迫别人的嗜好，你若不愿，我不勉强。但你今夜若贸然跑出去，只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不如等明日回门，你自然能见着他。所以他刚才阻止我出去，是为了我着想吗？罢了，明日就能知道到底发生何事了。荒唐！连女儿都嫁错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沈家颜面何在？如今大哥在朝中还未立稳脚跟，
若传出去，恐怕会对大哥仕途不利。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。这样吧，待会儿等薇儿来了，你们姐妹俩就悄无声息换回来。薇儿回秦家，你回侯府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至于侯爷那边，我来和他说说。岳父岳母，昨夜我和知意已有夫妻之事。秦哥哥，你说什么？妹妹，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阴差阳错？那为什么在明知新娘被换错后，却还是能行夫妻之礼？薇儿，昨夜我们都喝醉了。是吗？所以秦哥哥是醉到连新娘的脸都看不清吗？都怪我，薇儿，我和相公也商量过了，若你实在不愿意嫁给侯爷，不如让爹娘出面和侯爷说说，让你们和离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姐姐愿意让你过门，与我做平妻，共同侍奉相公。这也是一个办法。薇儿，你们姐妹俩本就感情深厚，你也对秦牧有意，何不如一同嫁入秦家？造孽呀！这就是我的亲人，我的姐姐和我曾经所爱之人。好像我不答应就是我不懂事。他呢？夫人先进去了，不是让他在原地等我，我回去拿东西吗？是，不过夫人等不及，就先进去了。走吧，我们也进去。妹妹，姐姐真的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，侯爷年少毁容，面目狰狞可怖，常年戴面具不敢见人，京中人人避讳。外人都说侯爷性情阴戾孤僻，喜怒无常，府中下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谁也伺候不住。妹妹，你这般单纯软善的性子，嫁去侯府，日日面对那张鬼脸，那般冷厉之人，夜里独处不害怕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婚事和守活寡有什么区别？我与相公已是既成事实，无法更改。可妹妹不一样，妹妹还有退路。只要妹妹点头和离，秦家永远有你的位置。做平妻也好，做侧室也罢，总比困死在阴冷侯府对着丑妇度日要强100倍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薇儿，我知你委屈。当年婚约初心未改，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我待你定会如从前一般好。你可愿意？我不愿。秦牧，你和姐姐空有一副皮囊，却是背信弃义的小人。王爷虽容貌受损，但品性端正，光明磊落，从未负我，如我半分。反观你们，趁乱苟合，算计至亲，背弃初心。在我眼里，你们的心才是最丑陋不堪的。妹妹真是太过心善，太过天真，都到这地步了，还在替侯爷说话。若是他真的待你这般好，今日回门，为何唯独不见他陪你？新婚第1日，就让你孤身一人回娘家，受众人指点议论。这般冷落，这般薄待，也能算待你好？我看妹妹不过是死要面子硬撑罢了。沈大小姐是在说我。我来迟了，让夫人受委屈了。不知这是发生了何事？没事没事，就是姐妹2人闲聊几句，解开误会呢。无事便好。不过，我恰好带了一样东西，要赠予我的夫人。送给我？这不是先皇后亲赐的御用凤簪吗？侯爷，这太贵重了，万万不可！我的夫人配得上世间最好的东西。没想到她性情清冷寡言，却在我被全家逼迫时为我而来，护我周全。此簪为先皇后赐予萧家传家之物，母亲临终有言，此簪只传萧家唯一正妻。带此凤簪，京中权贵宗祠，无人敢轻视，敢辱你。从今往后，你是堂堂正正、独一无二的侯府夫人，谁见了你，都需礼让3分。若无他事，
我便带内子先行告辞。侯府夫人又怎样？对着这样张被毁容的脸，怕不是半夜都要做噩梦。你当真不合理？你方才都听见了？我不了。那你也听到我的回答了。我不合理，至少不会为了秦牧而和你合理。你想好了？我只问你这一次，之后你就没得选择了。一旦定下，往后你便再无退路。我想得很清楚。那你可知，做侯府夫人的首要职责是什么？是开枝散叶。那你可知，做侯府夫人的首要职责是什么？是开枝散叶。看我做什么？不会是想在这里就开枝散叶？哪有？别乱说。何况我还没准备好。你放心，我也不是喜欢强迫别人的人。近来公务繁忙，这段日子我都会宿在书房，不必等我。二小姐，我找到那天的喜婆了，还发现在成亲前几日大小姐和她见过面，还给了她一笔钱。果然是姐姐的手笔。可大小姐不是和二小姐感情很好吗？也许只是表面如此。那一年我和姐姐抓迷藏，她告诉我藏在祖母房里。我在祖母房里，你来找我呀。我一进房就见到了地上是摔碎的传家玉髓，被爹爹打了20下板子。12岁那年，宫中赏赐玉佩，我珍藏贴身。当晚姐姐说要我和一起睡，共叙姐妹情谊。结果第2天玉佩却在下人房内被搜出，我被指责私赠下人，举止不端，被罚禁足3月。每次出事或被冤时，姐姐都在场，我以为只是巧合，现在看来，从小到大害我的人，一直都是她。现在看来，从小到大害我的人，一直都是她。小姐，从前你总疑惑谁暗中针对你，如今总算真相大白了。以前我念姐妹情，事事让步，但之后就不会。绿荷，帮我准备笔墨。明日将这信送到甘露寺。是。怎么有笛声？这曲子好生耳熟，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听方向，好像是后院凉亭传来的。侯爷，夜深路重，该回房歇息了。他呢？夫人卧房已经熄灯，估计是睡下了。睡了也好。走开！都走开！再这样，我就告诉主事大人。没事了，来，给你吃这糕点。祖母说，伤心的时候吃点甜的就会开心了。
传我命令，即刻将沈之意绑至祠堂，等候家法。老夫人，孙媳犯了什么错？要分家他！你买通喜婆，故意换嫁，让我秦家损失了沈之薇这么好的媳妇，你还不知错？原来是你故意设计的。相公，你听我说，即日起，沈之意禁足柴房，罚抄家规100遍，闭门思过，不准踏出秦府半步。我落得今日下场，全是沈之薇所赐。既然他装无辜博同情，那我就演一场忏悔大戏。小姐，你想怎么做？你去侯府递话，就说我知错悔过，心中愧疚难安，只求妹妹前来秦府一见，我想亲自给她赔罪，求得她原谅。是。妹妹，姐姐知道错了。从前是我嫉妒你，是我狭隘，是我鬼迷心窍。我不求你立刻原谅，只求你别再恨我。你若真心知错，往后安分守己便好。安分守己？我这辈子被你毁了，我怎么安分？姐姐。侯爷，夫人她传我的令，派兵围住秦府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你凭什么堵我秦府？若我夫人有半点闪失，我一定让你秦府满门陪葬。回侯爷，侯夫人已无大碍，不过落入水中难免染风寒，需要静养。小的先告辞了。侯爷，那秦府那边还需要堵吗？怕这样下去，皇上会怪罪侯爷。他什么时候醒了？什么时候再谈撤兵？你看你又干了什么事儿？那可是你亲妹妹，你就这么对她？老夫人明鉴，我只是约妹妹一叙，只因陆华妹妹她不小心掉池塘里了。不小心？哼，是不是不小心？你心里清楚。够了！即便如此，那萧楚然怎么敢围堵秦府？我秦家3代都是御史大夫，朝廷3品官，他一个徒有虚名门庭刁鼻的侯爷，也敢肆意妄为？爹，我这就亲自去侯府赔罪。回来！你是去赔罪，还是想去看侯夫人？爹，我实在担心薇儿，她与我青梅竹马数十载，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。
荒唐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她现在是侯府夫人，你去探望有夫之妇像什么话？侯爷丑陋不堪，他和侯爷没有半分感情，他一定还牵挂着我。说他不愿意做平妻，大不了让薇儿做我秦府正妻，执意做侧妻也不可。相公，你荒谬！我秦家还没被人如此拿捏过，明日我便将此事上奏皇上。做什么？我想看看你。看我什么？想看你面具下的脸。你没听过外面的传言吗？你不怕？我不怕。传言是传言，我想亲眼所见。而且，比起怕不怕，我更想问你疼不疼？那些流言蜚语，是不是曾伤害过你？侯爷，宫里来旨，皇上命你即刻进宫，不得有误。皇上为何宣你入宫？可和我落水一事有关？没什么大事，不过就是派兵围了秦府1天1夜，这事儿被皇上知道而已。你围了秦府？秦老爷是御史大夫，他会参你的。那又如何？我只知道他们欺负参见皇上，你昨日围了秦府，可有此事？有。萧楚然，你如今好大的胆子，都敢私自围堵朝廷命官了！我夫人在秦府遭人暗算，险些丧命，我仅仅是围了他们秦府，以示仁义。什么意思？你难道还想抄了他家不成？若我夫人有3长2短，我定会这么做。你真糊涂，别人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吗？顶着这面具这么多年，一直掩盖真容，深居简出，如今却因妇人所事如此高调，你就不怕身份暴露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？他的事从来都不是琐事，如果臣连自己的发妻都保护不了，多年筹谋又有何意义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去领罚吧。萧楚然公然围堵朝廷命官，目无法纪，罚禁足1月，闭门思过。你被皇上罚了，那会不会遭皇帝冷落？对你仕途会不会有影响？哦，担心我？我本就闲散侯爷，谈什么仕途？你怎么不问问秦家落了什么处罚？他们家与我何干？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进去。当然有关。如果不让他们付出点代价，我岂不是白围堵了？你把秦家怎么了？我手上刚好有他们的把柄，就干脆顺便参了他们一本。什么？你从御史大夫调任为御史中丞了？这不是贬谪吗？如今同僚都在笑话我，还得拜你们夫妇所赐。扫把星嫁过来没一天安生，去祠堂跪着，没我允许，不许踏出祠堂半步。任之威，
走着瞧，我今日受的苦，他日定要你百倍奉还。这萧府大是大，就是冷清了一些，可惜了。既然侯爷禁足在家，不如添些热闹，日子也能舒心些。绿荷，你去买些面粉回来，我们让府里人一起做桂花糕。都部署好了吗？是，柳丞相会在今夜行动，我们的人已提前到达，这次一定人赃并获。等时机成熟，就该收我。院子里怎么这么多下人？是夫人在让大家一起做点心，侯爷要过去看看。看看也无妨。先和面，然后再放水，注意不要倒多了。夫人是神府小姐，怎么也会做桂花糕呢？我小时候是在蜀地，桂花糕是我们那儿的特产，无论是闺阁小姐还是乡里妇人，大家都会做的。蜀地？我听奶奶说，以前郑国大将军霍淮安就是驻扎蜀地。小声点，我家当年可是因叛国罪被灭门的。我和你们说，蜀地的桂花十里飘香，做出来的桂花糕也更好吃些。哦，是吗？侯爷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要一起做糕点吗？听高炼说你在府里待着无聊，其实你可以出门，毕竟是我禁足而已，又不是你。我不无聊啊，你看，我这不是在教大家做糕点吗？这就是我做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先将糕点拿去蒸熟了。夫人，桂花糕好了。呀，这天都黑了，给我拿个食盒，我给侯爷送过去。夫人，侯爷已歇息，没有侯爷命令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这才刚天黑，就歇下了吗？是，夫人请回。怎么不见高烈？平时侯爷歇息，他也会守在外头的。高护卫有事离府了。高烈平日一直紧跟侯爷，怎么今日不在呢？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侯爷回来了吗？侯爷，他应该一直在书房歇息，没有出门呀。绿荷，陪我走走。夫人，那个是绿荷，今夜的事绝不可往外透露半分。另外，我记得出嫁时祖母给了我一种奇药，说能治百病，极为稀有，将它拿给我。可夫人，那药你也只有1瓶，让你去就去，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？绿荷不敢，绿荷这就拿来。夫人怎么来了？侯爷他睡了。让我进去。夫人，没有侯爷的令，我都看见了，放我进去，我能救他。高莲，上药。
很疼，是吗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的头发……怕吗？怕就出去。你为什么总说我会害怕？我不害怕，我从来都不曾害怕。既然不怕，那你为何哭？是难过，难过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就算受伤了也只想藏起来。难过你有时对我百般温柔，护我周全，有时却又急于将我推开。难过自己搞不懂你，难过自己一无所知。这个药是我出嫁时带来的，用过后你的伤口很快会愈合。不过既然侯爷执意要赶我走，那妾身就先退下了。别走，留下来。夫人，侯爷他如何了？放心吧，伤口没有恶化，毒素也清理干净了，现下已经睡过去了。那么现在你是不是能告诉我，你们昨夜去哪儿了？为何侯爷会变成银发？夫人，属下不能说。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就只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侯爷昨夜的行踪可有其他人知道？昨夜只有我护送侯爷出府，全程隐蔽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第二，侯爷如今的模样是否不能露面？是，绝对不能让其他人见到现在的侯爷，否则……好，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侯爷如今的模样，是他中毒所致，还是他本来的模样？夫人，高烈不知。我明白了，你退下吧。在侯爷未恢复前，我会贴身照顾你，继续守在这里，绝不许任何人靠近书房半步。是。萧楚然，你白发的模样，为何会有故人之姿？回丞相，让他们跑掉了。不过为首的中了毒，伤得不轻。没想到霍家还有余孽在世，看来当初灭门得不够彻底，让这孽种养成了气候，坏了我们的事。那人中毒逃走后，我们找到了这根头发。头发，原来活着的是天生银发的霍家少主啊！看来是伪装了一番，难怪我们找不到的。但他中了毒，倒把他的银发逼得现了身，那毒一时半会儿解不完。我们有时间继续探查。他们往什么方向跑了？萧侯府方向。萧侯府，不起眼的破落户，但和先皇后有渊源，手里也有老侯爷留下的精兵，不好直闯。属下听闻萧侯爷心腹与秦家心腹是姐妹，但似乎有过节。哦，有意思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属下这就去安排。该喝药了。放下吧，我待会儿喝。药越凉越苦，你趁热喝了还能少受些罪。谁说我怕苦？还说不怕？你昏迷的时候，药一进嘴里就流出来了，那眉头皱的比你伤口上药时还难受，喂都喂不进。哦，那后来怎么喂进去的？我侯爷烧了一夜了，可还有什么办法？这药必须喂下去，唯有吃下药，他的病才能好转。我们侯爷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苦药。若他清醒还能勉强喝下，如今昏迷了，这药就难喂了。难喂也要喂。总之，你必须将药喝下，莫让人担心。前日的桂花糕还有吗？
你笑什么？没想到啊，看起来冷心冷面的侯爷，居然还需就着桂花糕送药。我只是见你那日做的多，心血来潮想尝尝。是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你越发放肆了。是吗？那如何是好？你现下是病人，还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？这么放肆，该罚。侯爷，就罚你替我分担这苦药。侯爷，外边！打扰侯爷，属下这就告退。等一下，外面是有什么动静吗？秦府二夫人登门拜访，我告知侯爷夫人不便见客，但她执意不肯离开，守在府门外，说无论如何都要见到我。原来是我姐姐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稍后就去。怕是来者不善，我找人打发他走。早不来晚不来，偏挑这个时候来，恐怕不是巧合。你是说，若我不露面，以我姐姐的性子，必定会回沈府搬弄是非，跑去告知爹娘，指不定会编造什么谣言，让二老忧心。到时候若爹娘带着沈家众人上门，局面会更加难办。你不怕他对你下手？这里是侯府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侯府动侯府夫人。盯着秦府的人来报，大小姐前些日子被秦老夫人罚跪祠堂，一直不准外出。也就是说，她是偷摸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命人去秦府，请秦老夫人一行人前来一趟吧。姐姐，今日怎么得空来我府上？妹妹，自从那日你意外落水后，我一直心怀愧疚，毕竟是我约妹妹来秦府的，却让妹妹遭此意外，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对不起你。与姐姐无关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我姐妹二人一同长大，我知道姐姐心里还是疼我的。妹妹，这段日子我也想过了，我不该抢了你的姻缘。我虽与秦牧成亲了，可是他心里始终念着你。若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莫要说这些了，姐姐你先坐，我去给你泡茶。对了，妹妹，怎么不见侯爷？侯爷他外出了，妹妹先去给你泡茶。我这妹妹还是这么蠢，连谎话都不会编。朝上谁不知道侯爷被皇上禁足了，居然还想骗我说侯爷外出？他们肯定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，我得赶紧按丞相吩咐的那样，将萧楚然找出来。夫人，都准备好了。秦老夫人呢？也在来的路上了。戏台搭好了，就等角儿登台了。我肚子好像有点疼，侯府净房在何处？就在后院，我带娘子过去吧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稍后妹妹回来了，你替我告知一声。这段日子，侯爷一直待在卧房，整日闭门不出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听说侯爷昨晚……嘘，小点声。侯爷这会儿应该睡了，不该打听的事儿别瞎打听。萧楚然在卧房，
那正好可以进去探个究竟，就算被发现了，也能借口迷路了。果然有药，丞相猜的没错，萧楚然真的受伤了。若将这药拿给丞相，也算是功劳一件。沈之意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老夫人，之意想出去走动，却不慎迷路了。迷路了？怎么会偏偏迷路到侯爷的卧房之中？我真的是迷路了，不信你问妹妹。姐姐，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妹妹看错了，姐姐手里什么都没有。来人，将她的手掰开，把东西拿出来。姐姐，你想在侯府下毒？不是，这药分明是我在案件上拿的。怎么可能？我府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药，我更是从未见过。沈之薇，你陷害我！姐姐在说什么？且不说我压根没有这药，即便这药真的存在，那也是在侯府卧房，我如何能陷害姐姐？倒是姐姐今儿来寻我，即便我府上下人说了不便见客，也还是执意要来，然后又偷偷潜入侯爷内室，分明是早有预谋。不是这样的，你我同为沈府姐妹，却屡次暗中加害于我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姐妹情分一刀两断。今日我念在爹娘养育之恩，不将你送交官府，可你若仍旧执迷不悟，继续作恶，我绝不会在手下留情。老夫人，劳烦您将人带回秦府严加管束。知薇，多谢你顾全秦家颜面，你放心，我回去之后绝不会再让他踏出家门半步。来人，把他带回秦府。沈之薇，你这毒妇，当年我就该在你刚出生时掐死你！不，老夫人明鉴，我和侯爷无冤无仇，我又怎会对他下毒致他死地？你当然不是想置他死地，你是有别的心思。老夫人，这药丸里面掺有合欢草。合欢草，沈之意，你竟然妄图做苟且之事！不，我没有，是沈之薇陷害我。方才侯府下人传来话，二夫人在侯府亲口说，若是重来一次，绝不愿嫁入秦家。我原本还想着与你安稳度日，没想到你早已心生一息。既如此，你当初又何必使手段换嫁，害我与薇儿错过？安稳度日，秦牧，你天天在我跟前唉声叹气，思念沈之薇那毒妇，你可有当我是你妻子？既然你的心已不在秦府，那我们择日和离便是。经过这事之后，姐姐应该不会再来侯府了。没想到你们今日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。侯爷会不会觉得我和姐姐一样心机深沉、心狠手辣？若他从未招惹你，你会对他心狠手辣吗？当然不会。他若待我真心，我肯定也是报以真心的。那你们从来都不一样。有没有人和你说过，你银发的样子更好看？不要胡言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以前也曾见过一个银发的人。小姐，你慢点，等等绿河。小姐，慢点儿。绿河，我上次在这绣楼上见别人抛绣球招亲，可有意思了。小姐，绣球可不能随便抛，要是给老爷知道了，定会说你的。这有什么？你看，
这绣球多好看呐！那招亲的小姐就是这样抛着。月亮周记，托来天星，屋檐下晚风，正大声蝉鸣。可怜牛郎织女，还没到重逢佳期，是不是喜鹊偷懒不肯太殷勤？可惜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了。怎么了？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明日要外出，家里就交给你了。切记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贸然行动，若有危险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放心吧，虽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我会小心的，别担心我。我现在就去安排一下，让下人们这几天都提高警惕，不要随意让人进来。那小姑娘好像是沈家二小姐。沈家二小姐，对，沈家老爷升迁，不日就启程前往京城。这位二小姐估摸着是偷跑出来玩耍的。这绣球也做得太难看了，需要属下还给沈府吗？不必，留着吧。听闻二夫人不仅没见到侯爷，还差点被秦家休了。二夫人这般愚蠢，很难替丞相办事。丞相说了，没用的人就不要留了。求丞相再给一次机会，我有一计，这次定能让侯爷露面。夫人，丞相府送来帖子，说3日后将举办赏花宴，邀请京城里所有名门世家赴宴。丞相府，平日两家向来少有往来，怎会忽然送来帖子？是邀请了很多人吗？听说朝中各位夫人世家女眷几乎都收到了邀请，夫人可是在犹豫要不要前去赴宴？丞相乃是当朝权贵，权势滔天，若是无故缺席，不仅会影响侯府名声，还会引来旁人诸多揣测。如今敌暗我明，我尚且不清楚侯爷的对手究竟是谁，倘若我也闭门不出，反而会加深外人的猜忌，徒增麻烦。替我谢过丞相夫人，转告他，那日我一定准时赴宴。丞相夫人怎么会请他来？听说他夫君萧侯爷性情怪戾，手段残暴，样貌更是丑陋不堪。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听说他心肠歹毒，只因姐妹间一点琐事便蓄意加害亲姐姐，甚至怂恿侯爷带人围困秦府，真是仗势欺人。夫人，这些人怎么这样说你？分明是大小姐。不用多想，这些话是谁在暗中挑拨离间，我心里很清楚。夫人，这些人言语刻薄，万一他们当众为难您，该如何是好？他们不敢。这些世家小姐只会跟风碎嘴，看似抱团，实则人人趋利避害，没有谁真的敢公然挑衅侯府夫人。侯夫人，我家夫人有请，还请随我一步一叙。好，你在这里等我。侯夫人，请进。不对，丞相夫人又怎会在这种地方会客？侯爷，夫人孤身前往丞相府赴赏花宴，至今未归，而且属下查到秦府二夫人也在相府之内。看来这丞相是铁了心要逼我现身。你且去吧，朕的圣旨随后就来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该收网了，该清算了。
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是你设计引我至此，不然呢？你真以为丞相夫人真心想请你喝茶闲谈？能在丞相府做此行迹，想必也是得了他人授意吧？谁是你背后的人？丞相夫人，还是丞相？你知道就好。你如今得罪了丞相，就算我不出手，你也迟早会死。倒不如你我新仇旧恨一起算了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放着好好的秦家夫人不做，要做丞相的狗。别给我提秦家，秦牧也不过是狼心狗肺之人。是吗？当初可是姐姐使尽手段都要嫁给他。你尽管逞口舌之快，你也没多少时间了。放心，我定会让你死得畅快。还记得这颗药丸吗？当初你用这药算计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我会原样复还。你说若是京城众人看到堂堂端庄守礼的侯夫人，这般浑身燥热、神志不清的浪荡模样，明日会怎么议论你？所有人听令，守住丞相府所有出入口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闯入我丞相府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人来？那个人，带头的那个，我路过侯府的时候见过他。侯府？就是那个面目丑陋的萧侯爷吗？他疯了吗？竟敢擅闯丞相府！萧楚然果然上钩了，可是他竟敢带这么多兵过来，是故意来找死吗？柳丞相，别来无恙。这是萧楚然，这就是被囚禁的人，长得国色天香，竟然会有人将他便宜给我们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今天这差事还真不错。我乃侯府夫人，你们若碰了我，怕是没命花钱。侯府夫人怎么会在这里？别想唬我们！可是他身上穿的和外头那些贵人差不多，怕不是真的侯府夫人吧？就算是又怎么样？侯爷又不在这儿。有人带兵包围丞相府了，据说是萧侯爷。萧楚然来了。本相还是第一次听说萧侯爷竟是银发。那丞相也可以称呼我其他名字，比如霍少宁，比如霍少宁。哦，霍少宁，汉图霍家少主霍少宁。来人，给我将他拿下！侯爷！侯爷！侯爷！让旨到！柳丞相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押送大理寺。
对不起，我来迟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不迟。你身体很烫，可是中毒了。中毒了，我即刻去寻大夫。别走！你放心，我安排下去后会回来。不用找，这毒你能解。这毒是情毒，唯有你能解。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一直与我分房而睡，是怕我会后悔，所以愿意给我退路。侯爷，嫁给你我不后悔，所以这退路我也不需要。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唯一的退路。你当真不后悔？以前总隔着面具，我从来看不清你的模样，如今我终于能好好看看了。姐姐，在牢里可还安好？沈志威，你现在很得意吧？确实得意，有个英俊的夫君，有从宫里来的赏赐，还被封了诰命夫人，在京城里再无人敢欺我，没有理由不得意。你故意来这里就是为了说这些刺激我？可你想错了，我并不在意你有没有受刺激，我只是奉命来告诉你，你不用死。你少在这里惺惺作态。你误会了。我可不是想救你，因为比起让你轻易死了，还是让你亲眼看看我如何在这京城快活更有趣些。毕竟从今以后，你我就真是云泥之别。沈志威！对了，你若出狱了，记得先回趟神府，秦家的休书送过来。休书？请母亲敢休我！也许这就是天意吧，不是你的东西，即便用尽手段，你都无法赢。还是老样子，犯错后不知悔改。有时我在想，如果他那时没有换嫁，我们的命运又会是如何？即便他不换嫁，我那一日要娶的人，也一定会是你。什么意思？其实当时我也打算做些手脚，让你来到我府邸。你为何如此？因为我想娶的人，由始至终都是你。毕竟当年是你先朝我抛下的绣球。那个是孩子间的玩闹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可能是因为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我又在京城遇到了你吧。霍家被灭门后，我伪装面容来到京城，也曾一度想追随爹娘而去，但那一日你出现了。没事了，来，给你吃这糕点。祖母说，伤心的时候吃点甜的就会开心了。原来当年那个被欺负的人是你。所以，也许正是见到了你，让我有活下去的勇气。所以，我们这是上天注定吗？那个绣球我还保留着。一寸土，一点木，一花一树一滩土，其实从
爱偏开在迷途。